好久不见。有没有想对大家说的？来，今天是一个来分享一下咱们最近做的事情。啊，可以该干嘛了吧？可以可以啊。好，大家晚上好，很新进来很多小酒们。我们昨天去了欢乐谷玩，大家我们先说一下某人开心了一晚上的事情哦，就是一晚上睡不着觉的。就是我发那个，就是我打游戏嘛，然后我就是晋级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发的抖音啊？就是那天我一直在尝试冲刺那个，虽然不是说最高的段位吧，但也是我梦寐以求的段位。然后我就一直在冲刺，然后我打了很久我才上那个段位，然后激动的发了一个抖音，我特别激动。然后发完抖音之后，我们两个就去泡温泉嘛，就泡温泉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激动，一直在兴奋，我就反复跟他诉说，我说我终于上这个段位了。对，然后他一晚上没有睡好，激动的睡不着觉。是这样的，但是那个温泉也蛮好玩的，就是吃东西啊，然后玩游戏，然后对，我们在那个温泉过夜的时候4点多吧，好像到4点才睡着。我们玩很久，我想我们晚上他一直在吃那个榴莲喝椰子水，对，他非常喜欢喝那个椰子水，然后吃了很多榴莲。是的，然后我一直在吃西瓜，而且那天晚上正好，因为我喜欢看那个游戏那个战队的比赛嘛，对，我上完 S 之后就一直在看比赛，然后就一直在跟你讲，我说我喜欢，对，超级兴奋，对，然后到那个，其实我们两个睡觉的时候，就我一直睡不着，就我们就是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一个床，对，一个床铺，然后我们上去睡觉，然后他躺在那个床上就睡着了，然后我就一直睡不着，我辗转反侧，然后后面其实发生了一个你不知道的事情，因为当时你睡着了，你睡着之后呢，你一个翻身把整个床都给占了，然后我挤不下去了，你知道吗？然后我挤不下去了，然后我就偷偷下了床，我就去找别的地方有没有能睡觉的，然后就我发现所有的床都没有了，然后我就想去沙发上睡吧，我想去沙发上睡，然后我又怕那个就是我们睡醒之后就找不到对方嘛，就是因为我们不是还约好就是早上然后回家收拾，然后去出发欢乐谷嘛，然后我就找了其实我找到一个沙发，然后我就想要不在上面凑合一下睡觉吧，但是我就发现就是睡醒之后你找不到我，或者是我找不到你嘛，当时正好手机不是也快没电了嘛，然后后来我还是回到那个床上，真的就一小块地方，你应该拍醒我。然后我就在那挤，但是最后我也睡着了，然后就是睡到8点多，然后吃了一下那里的早饭，然后我就回家了。是的，这个是我不知道的。这个他不知道，因为他睡着了。但是他原本是我们两个那个床其实还挺宽的，比可能就是单人床再加大1/3。确实是吧？因为它本身就是单人的床对，但是它比普通的单人床要大一点。对，然后本来是挺合适的一个睡觉的那个位置吧，我们两个的位置都挺合适的。然后他一个转身，就把整个床都给占了，把整个床给占了之后，然后我就实在是没地方了，我就挤得又怪难受的，然后我就下去偷偷找地方了，但是还是没找着床。找着床我就睡了，但附近没有床了，只有一个很远的一个沙发了，对，只有一个很远的沙发了。我说呢，就一开始我是在外侧的，他在里侧，然后我睡醒之后他变成在外侧了，我还在觉得很奇怪。是吗？对，这可能早上睡醒有点昏迷了，我没有记太清楚，但反正确实是把位置都占了。但是那天早上呢，我觉得
餐还是好吃的。是吗？那个早餐我吃的没你多。我吃了一碗油泼面，然后还有2个鸡蛋，还有那么一沓牛肉，是用沓来形容，因为确实就片片的嘛，就是那么厚的牛肉吧。然后还喝了小米粥，又喝了1碗豆浆，又吃了1根油条，还有那个叫那个火腿肠，就是黑椒啊，就是烤肠嘛。烤肠还吃1根烤肠，然后又吃了炒菜，就是那个选的那个菜，炒鸡蛋呀什么。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好吃的是，黄瓜丁炒核桃。对，看得出来是饿到你了。看得出来是累到你了。我是吃了比较少，然后我就吃了一点点吧，我就吃了一点点，然后正好那天就是睡得不够多，然后起来就头晕嘛，然后还玩了一天的那个过山车啊。对，到了那个欢乐谷之后，我们就一直在玩那个过山车。这个，请发表一下你的感想。这个他有话要对大家说。从我们上次在公园玩的那个过山车，因为在公园玩的那一次是我第一次玩，对。然后我会觉得，我说不行，我这辈子都想玩了，然后我就觉得很恐怖，它的失重感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就是会很窒息，我会觉得呼吸很困难，然后很没有安全感。然后我说这辈子都不会再玩了，但是没想到这辈子来的这么快，下辈子来的这么快，对，转眼就到白天了。然后我们就去欢乐谷，然后这就是一个勇士，我就不说啥了。然后我陪他玩了五次过山车，对5次过山车，对，没错。然后我玩的时候其实还好，我玩的时候。你在我身边都没有，应该很少听到我叫，就是害怕的吓出声。我都是很享受那种，就那种往下俯冲的快感。他玩的时候，他是双手展开，然后很享受，然后我是这样啊，就已经不行了。然后我说，当时我们玩的一个那个是大摆锤还是什么，就是这样转的啊，对，就在空中转360度嘛。对，然后我上去的时候，他跟我说不会，就是人不会反过来。我说是不是就是这样晃，就这样晃的？然后他说是的，他说不会这样晃，就不会360度的晃。短裤哦，然后要不要拿那个长的玩偶？在你后面靠着。然后他跟我说，他骗我，他跟我说是这样晃的，最后我坐上去之后是这样晃的，然后我就一直说，我说左右不是说不翻面吗？然后最后我就一直在喊，就是在上面大叫，然后一直在抱怨，然后下来之后我就已经就是要吐出来了。正好那天睡得还比较少，就睡了几个小时。对，然后匆匆忙忙的就去欢乐谷了。因为上次就觉得那个公园那边的游乐设施不够齐全，然后准备带他全部体验一遍，就带他玩遍了所有的过山车。那你觉得哪个最恐怖？我觉得是这个，就是360度对360度那个。那你不觉得最后一个恐怖吗？当时你玩最后的时候，你一直说要不我们不玩了吧，要不我们不玩了。是，它看起来很恐怖啊。就是我们玩最后一个的时候，他们有已经玩过的人下来的时候说不行，我要吐了。然后他们说就感觉给人的感觉是很恐怖的，然后我就有点害怕了。我说这个听起来速度很快，就是它的那个轨道的声音很快很快。然后我听着我觉得不行，我有点不想玩了。他说我看谁敢走。然后我说行吧，那我硬着头皮陪伴我一次是吧？对，我说我陪伴你一次。然后其实就是晕，但真的也不算恐怖啊。对，我下来的时候也是比较就是晕，感觉还是睡觉睡得不太够。而且去之前也没有
补充能量吧，只能说没有怎么吃饭。然后我感觉要是好好休息一下，然后你可以下次再玩一下。我不想正好你还没有去过那个环球影城，是不是？对，季川还没有去过环球影城。等那个原本打算今天我们去环球影城玩的，因为他还没有去过嘛。但是昨天实在是太累了，我有点没有缓过来。昨天的那个行程实在是太赶了，然后就想着等周六日的时候再带季川同学去一次那个环球影城，再坐一下那边的过山车，看看怎么样。但是下次你一定要提前就是睡好觉，然后吃好东西，看看到时候还会不会晕。我觉得还是会的，我觉得还是会的，没关系，就是没关系的。我最害怕的还是那个360度转的。我包括我上去之后转过来的时候，我说左右不是说好不翻过来吗？我说我就说嘛，它会翻过来。我说你还不信？然后就是到最后已经转到我不喊了，已经就喊不出来，吓得已经这样，就一直这样，然后直到停下，然后就立马就是深吸了一口气，就真的这个我有那个永久。那个玩水的呢？玩水的还行啊，玩水那个不是很害怕。其实那个也是过山车的一种吧，它只是把那个速度放慢，然后再加上在水里。其实那个我是有点喜欢的，尤其是最后冲到水里那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视频啊？就是我当时头发全都湿透了，然后那个头发湿透的时候，我看到还有人说我丑来着，因为我当时头发全都淋湿了。左右最帅了，我知道。左右最帅，谁说丑？我看谁说丑？我看看，都说好看。反正做那个是叫激流勇进啊，对，激流勇进，没错，对，其实我蛮喜欢那个项目。激流勇进是我在玩我认为最恐怖的，就是360度转的那个的后面的一个项目。就那会儿我就已经还有点没有缓过来。对，没关系的，下次我们就直接玩过山车。直接玩过山车。Vlog 我们会有的，其实我们有拍，对，后面我们会剪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就是我们两个在过山车上的样子。我很勇的，就虽然我很害怕，但是我依旧举着大疆，然后就这样一边就一个手举着，然后一边就是坐过山车这样。对。最近有没有尝试新东西？新东西就是坐过山车之类的啊。他以前就是没坐过过山车嘛，然后就一直带他去体验过山车。但之前去了一个公园，那个过山车有点不太好玩，而且有点项目不是很全嘛，所以说昨天带他沉浸式体验了一下。那个公园那个人，那个也很害怕吗？对，已经很害怕啊，对，我记得你下来的时候说要晕了，然后下辈子不再坐了，对，已经晕了，是这样的。激流勇进我们玩了，对。其实我觉得可以，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鬼屋玩一玩。你有去过鬼屋吗？我有去过一次。是吗？我都没去过。就是没有去过真人的，我只去过那种，有雕塑啊，或者是道具什么下面。对，就是那种8个坑里面放个气球。那个气球上面不会画着人脸，然后一个人脸飘出来吗？会有烟，就是很简陋的一个是我在我很早之前玩的，对，好像是初中，然后我们那你被吓到了吗？有没有吓到就是躲起来？我说一句很丢人的话，我的第一部智能手机是我玩那个鬼屋的时候捏屏给捏碎的，真的啊，而且它是假的，就是它是那其实怪手机不怪你太胆小，是手机屏质量不行是吗？没错，就我真的吓到我给它捏碎了，是真的碎了的程度。其
其实真的手机的问题，没人不怪你的，你不胆小，你是一个胆大鬼，没事的，没事的。真的就是很离谱。因为当时我是打着手电筒嘛，然后虽然说是假的哈，但是我每次都能精准的踩中那个机关然后就是它有一个坑嘛，它是很黑的，然后我就把那是一个，我忘记具体是一个怎样的机关摆放了，反正就是我踩中了它之后，然后我的头上瞬间掉下一个大人偶，然后上面全是血，就是红色那种，然后我直接然后这样，然后手机屏就这一下就碎了。其实真的是手机的问题，没关系的，没关系的。下次如果去鬼屋的话，我会走在最前面的。对，今天更新了那个第7集，大家有看完吗？第7集是我们的吵架戏了吧？你要飞到那个别的地方去做雕塑展啊，然后一个人留在家里。当时正好我们刚吵完架。是。看这个给我气的。我也看到了。没关系，没关系的。红了，他们说我的句子不红吗？其实后面是红了。对啊，红了。但是这个不能剧透啊，你们明天可以去再看一下。这个不能剧透啊。谁比较爱吃醋？这个，我呀。对啊，肯定红呀。明天和好。讲一下拼豆的过程对，大家都知道我们拼了那个钥匙扣，钥匙扣在我口袋里，正好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钥匙扣正好在这儿。他做这个非常快，非常之快，非常之有耐心。就是当时他好像是这一个轮廓全部都做完了，然后我只做了一个手，然后最后他已经拼完了，我只做了一个轮廓，然后我就然后他就给我捣乱，对，我都拼好那个，我都拼好了，然后他觉得我比他快，然后他就给我捣乱，他就那个给我弄乱了，但是他还好，就是就给我弄乱了4-5个，就弄乱了，对，轻轻的拨了一下，对，我就拿那个小夹子给他一点点给挑出来，对，轻轻的拨了一下，然后，但是我当时有点着急，我说好不容易拼好的，然后就忍耐，我就深呼吸，我就这样。然后最后又把那4-5个给拼上去了，但是也还好，就4-5个豆，还好，最后也是差不多，其实没比满多少。但是你还自己拼错了呢，你当时不是跟我讲吗？你说你拼错了，你都快拼完了，然后你拼错了。对，我想起来了，他是把那个，就是他拼完这个，他那个兔子他今天没有带，就是他之前拼完那个兔子的黑边，然后他说黑色的终于拼完了，但是发现没有拼眼睛。就他跟我讲，他把黑色的都拼完了，然后正好那个眼睛也是黑色的嘛。他说他没有，然后他把那个黑色的豆子全都装起来，然后放起来。他就跟我讲，他说没有拼眼睛，然后他就把那个黑色的又拿出来，然后就在那里拼眼睛，非常坎坷了。没错。说看到请比。老年人钥匙哪有啊？有，我不是老年人啊。多时尚啊！你觉得很好看吗？这个小星星，那个店长姐姐还给我们2个配了
这个同款小星星。哎，今天没有什么很甜蜜的小游戏啊！我看到有人问，今天没有什么很甜蜜的小游戏啊，因为今天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节日嘛。虽然520过了，但是今天还是521，是一个比较正式的节日啊。然后我们两个偷偷就是背对背的准备了一些问题，想要问一下大家，不是想要问一下对方，对，正好有新来的小九不太了解我们两个嘛，然后正好我们借着这个节日嘛，然后说一些真心话之类的，对，我们有偷偷，但是好严肃的那个，是很严肃的一个事情，对啊，一些会说一些真心话，正好让大家都了解我们两个，了解一下我们两个之间发生的故事之类的。没事，大胆说。对，也是借着直播壮一下胆子，因为其实我们俩平时沟通还蛮多的，但是避免不了有一些小误会啊，对，就怕有一些个藏在心底，然后怕就是不敢说的，或者是觉得会说完之后会影响彼此的感情怎样的，然后也想是首先我们今天是521，然后日子很有纪念日，对，很纪念意义，然后也有很多小酒，然后陪着我们，然后就准备了一些个真心话吧，就是发自内心想问的一些事情，包括我们从认识到现在，肯定也避免不了有很多的误会啊，或者是争吵，对，然后我们给对方都写了小卡片，然后一会儿我们会对，然后问一下，也希望就是就是新关注我们的小九们，然后就是能对我们两个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吧。那怎么说？我先问你一个，还是说你先问我？我们剪刀石头布吧。来吧，这个我可能比不过他，我就知道比不过。玩游戏天才来的。我真的在这方面就这个没有。那再来一次呢？我看看。不行。那我先问你好吧？那我先问你。就是我挑一个先好回答的，因为确实是一些真心话，我怕你不好回答。你现在最害怕我们两个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我们这么久相处过来，然后你最害怕，就比如我们两个现在发生什么事情让你最害怕？就字面意思啊，就是相处这么久。其实最害怕的是分开吧，就是吵架，然后因为吵架或者是一些事情会分开。就是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就是依赖性非常强的一个人，然后从进组就是从我们刚认识，然后到现在，然后也彼此陪伴已经很久了，然后从进组演戏啊，包括是杀青之后，然后我们也是一起在一起了嘛，就是我会是一个就是非常就依赖性很强的，就是我会很离不开，就是陪酒就我会很离不开，对，就是很离不开你。其实很感动，感觉真的嬉笑不起来了。大家都知道我会比较喜欢嬉笑，但是这个问题的话，确实很感动。
然后如果我要说的话，其实我也是最害怕的就是争吵啊，然后这一系列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其实就是误会还蛮深的，对，真的有就是来之不易的这种感情吧，就是确实是花了很长时间进行破冰啊，然后彼此了解这些事情。对。然后，那你再问我一个问题吧，我看看你会问什么问题。你最不希望我变成什么样的人？我不希望你变成，其实我们两个之前有讲过，就是我们讲过，在一开始你是一个什么情绪的人，然后到现在你的情就一开始我们之前讲过，不是一开始你可能会，就是比如遇到事情你以前可能会争吵嘛，然后你会比较高敏感，然后争吵，然后你现在可能会就是憋着自己的情绪嘛，然后就是为对方着想啊，然后不去争吵，就是经常委屈自己嘛。然后其实在我心里，我还是希望他可以变成一个把自己放在主要位置上的一个人，然后其实自己的情绪才是最重要的，然后就是真的不能一直憋在心里面，就是遇到什么问题先憋在自己心里面，然后其实会很难受嘛。对，我还是希望你可以变得更活泼一点，然后更嚣张一点吧。就是如果遇到意见不同的，你可以大胆提出你的意见，然后非常大胆的去进行一些争论啊、争吵。毕竟争吵什么的都是为了一个结果嘛。他不是说我争吵，我是为了伤害你，我跟你争吵，他只是为了追求一个结果，所以你可以大胆的发泄自己的情绪之类的。对，他其实经常憋着，他很高敏，然后经常憋着自己的情绪啊什么的。其实我还是觉得他要多释放一下自己的心情之类的。对，大胆表达，没错。然后，其实我都看到你的问题了。然后，你有没有哪一件小事让你记得特别清楚？一件小事记得没错，对。就是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就是我们刚进组的时候，然后其实没有开机之前，然后我们两个就是你骑电动车，你当时租了一辆电动车，然后带着我，然后我们去海边玩嘛。啊，对，我记得。然后玩了一天，就是傍晚的时候回来的时候，然后已经回到酒店了，然后我发现我手机丢了。对，那件事情我记得，其实我一直记得。然后我手机丢了，就是我很着急，因为我就很害怕，因为我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就是我无法想象我没有手机之后，我靠就是什么去买东西，然后怎样去生活，然后怎么样去联系我最亲的人，或者是怎样的。而且然后当时他就是因为已经很冷嘛，很冷那会儿，而且晚上的温差很大，然后他就当时又继续义不容辞，奋不顾身。对，又义不容辞的，然后带我去找手机，找了很久很久。而且他只穿了一件短袖，就是很冷，当时真的很冷，我坐在后面我都会觉得很冷。然后因为它温差很大，然后我们是中午出去，它很热那会儿，我们就穿了短袖。然后因为它温差很大，其实当时我真的还这算是第一次的其实那件事是我
从真正意义上对你的一个改观，对了解，改观和了解，我会觉得很有安全感。其实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我还蛮自豪的，其实我真的很自豪，就是当时那个刚进组嘛，然后其实我能想象到你的难受之点，就是当时我听到你手机丢了，我会觉得，就是你跑这么远过来，然后手机丢了，再加上当时是谁跟谁都不认识嘛，就是身边一个朋友都没有讲，就是他就是完全他想去买新的手机，他都没有什么途径了，对，然后我就想着就是怎么着也要想办法帮他找到手机嘛，对，因为他现在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嘛，然后就带你就是我又就给他给他的手机打了很多次电话，然后最后也找到了嘛，最后找到了。然后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他一直在说的那个温差比较大嘛，他一直路上你回来的时候，他一直问我冷不冷，然后我怕他有负担，因为他真的很敏感，就是我怕他会有压力这件事情，就比如我就是带他去拿手机，然后这么冷，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 get 到我的点啊，就是我怕你有压力嘛，因为如果一个人就是莫名其妙，就也不是说莫名其妙吧，就是他突然就过来帮助我会对他有一种不知道怎么感谢他的压力。对，然后我害怕他有压力，然后我就一直在讲，我说一点都不冷，我觉得这个风很凉快，但其实冷到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然后我就害怕他有一些压力什么的。就是当时我坐在他后面嘛，就给我的感觉是我会很愧疚，我真的是觉得会很愧疚，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想象，就是一个刚认识的人对我这么好，然后能就是陪着我，然后去找手机，并且而且很冷，我会觉得很愧疚。对，但是就是为了怕你愧疚啊，然后我一直在跟你讲，我说不冷，找手机也没事，就是怕你愧疚啊。没事，然后我们可以进行下一个问题。没关系了，真的不用愧疚。其实就是最害怕的就是这份愧疚，能懂我吗？最害怕的就是这份愧疚了，因为不是什么多大的事情，但是，没关系。那我们吵架的时候，你在忍什么？我们吵架，我们没有怎么吵过架。吵架是没有的，我记得。但是你要说小争吵的话，其实会有。对，就是之前可能也跟大家讲过，然后就是之前在试戏嘛，我们试戏了一整天，对，他怎么样都演不好那一场戏，然后那一天也确实是我不好，就是因为我陪他练那一场戏，我就是练习了一整天嘛，然后到晚上的时候，我的心态吧，我的心态会有一点崩溃，就是我在想，怎么还没有学好，就是还没有练好，怎么样？然后我就很生气的走了。其实你要说我在忍什么，我那天在努力忍自己的情绪，不要爆发出来，不要进行一些争吵。但其实是我的错了，我到最后都没有克制住，还是会对他发了脾气。对，但是他对我道歉来的也很快，他就对我说了几句，就是说不好意思啊，怎么样，然后也是光速原谅他，就很快也原谅他了。其实这个也不算吵架，就是小小的一次争吵而已。对，人吵架算不上，就是一次小小的争吵。对，小摩擦，没错，我看到有人说小摩擦了。你们两个太性感，我们两个太感性了，好吗？我们两个太感性了。然后
这个问题，我想一下，对，其实这个问题还蛮好回答的。我们相处这么久了，你改变最多的地方是什么？就是我们相处了很久，这么久，你觉得你改变最多的是什么？我觉得，因为在我之前我是一个就是情绪极其不稳定的一个人，就是我，就是我很早之前我是一个很高敏感的人，就是高敏到我会，就是我之前特别容易情绪崩溃，就是我能就是因为我敏感嘛，就是我能很快的洞察到别人的情绪，就是别人对我的不满啊，或者是怎样的，我也会爆发。就是我可能会碰到事情，我会会收不住自己情绪，就是情绪上头。我是一个极其容易上头的人，然后我也不会换位思考，我只顾就是发泄我自己的情绪。然后相处这么久，我觉得改变最多的地方也是情绪，就是我会收住自己的情绪，不会把情绪输出给对方，然后我变得更理性了，就是我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可能也是怕伤害到彼此，就是怕伤害，就是我发脾气就是按自己的性子来，会伤害到你。然后我可能想更多的是，我如果发了脾气会不会影响我们俩之间关系？对，其实这个有点像我刚才讲的，就是争吵，如果发现争吵只是为了争出一个结果嘛，争吵其实不会伤害到对方，就是不会伤害到我的。然后其实这个话题和刚才那个就是最不希望，我以为是最希望变成什么样的人，就是像刚才他问我的，就是我最希望他变成什么样的人。其实我觉得你可以适当的就是变回之前的情绪嘛，就是遇到问题还是要争吵的，对，他不会伤害对方的，起码我可以向你保证，你跟我争吵是不会伤害到我的。对，就是如果你遇到问题，或者是遇到比如我对你说了什么，然后你觉得不开心了，或者是你可以大胆的跟我讲，然后我是可以保证你是不会伤害到我的，就是因为因为我高敏感这件事情，然后已经就是曾经就是包括我就跟我在一起很好的人，很好的朋友，就是吵散过很多个，就是我就是不希望我们两个再因为我的高敏感，然后没关系啊，我是吵不散的，我没关系的，其实我真的没关系。就在我的认知里面，争吵从来不是伤害对方，只是一种沟通的方式。真的在我眼里，就是争吵其实也是一种沟通的方式。其实在我眼里，它不会存在伤害对方这种行为。对，在我的认知里面，我是这样的。可能这是我比较理性的一个方面吧，但其实我也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是这样的。然后下一个问题啊，你觉得在我们的相处里，你最委屈的一次是什么？我最委屈的一次，对，就是我们刚进组的时候，然后也是刚进组，对，刚进组的时候我觉得最委屈一次是可能我的行为就是一些行为会让你对我有误解，就是因为那会儿我们还不熟就是我很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我明白。然后我会觉得就是很难受，就很委屈也是。这个我们之前讲过，没事。有人说你哭了，没关系。就是之前我们两个就是其实聊到过凌晨2、3点，我们就是在聊天嘛，就是聊之前的
啊，其实我还不知道那是你最委屈的一次。我觉得很委屈，因为就是被人误解就很难受。其实我要跟他讲一下，一开始我对他是有点误解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了。其实我现在能完全理解他。我现在讲一下我为什么会对你有误解，因为当时我们真的就是刚认识，我们是刚到那一个地方，我们连话都没有怎么讲过，然后他在饭局上的时候却可以和人侃侃而谈，就是在我的认知里面，人和人都是要慢慢相处慢慢了解的，然后他刚见面的时候就会对所有人就是展开很好心的一面，然后我会觉得这个人很虚伪，就是人和人刚见面怎么可能会就是自来熟到那种程度啊，就是刚和你见面然后就和你这么熟，我会觉得这个人真的很假很虚伪。然后呢其实现在有点理解他，因为他也是为了更好的和别人交流嘛，他也是为了更好的和人交流，然后就是很有勇气做出就是很有勇气做出主动的，就是很有勇气做出主动吧，对，就这样。其实现在是完全能理解了，对，但是当时我替我以前的自己向你说声对不起啊，因为确实是对不起，然后当时有点误解。对，这个其实是属于我个人对他的误解。没关系，粉底蹭你身上，没关系。其实这个确实是我的不对啊，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是有点误会，对，没关系，下一个问题吧。你有觉得我哪里很不懂你吗？有啊，很多，超级多啊。哪里？就是超级多啊！如果我们今天不聊这些的话，你甚至都不知道我是一个可以随意争吵的人，对不对？在你的认知里面，我可能会比较脆弱，然后你可能觉得我很玻璃心，然后你对我说几句狠话，我就会就是自己哭啊，然后难受。对，但其实我是不是的，但我是一个就是可以大方争论的人，可以争吵，对，对，你看这就是你不懂我的一个地方吧，是不是？其实还有很多啊，很多就是比如我们在剧里面，那段戏就是其实我想不起来具体的片段，但我记得就是你永远就是 get 不到我的想法啊，对啊，但是这些都是小事情啊，对，就是沟通都可以解决的地方，甚至他也不能说是不懂吧，只是你暂时没有 get 到我的想法，但是你不懂。我是一个随意争吵的人，这就是你真的不懂我了。我的性格其实是完全可以接受这些的，对，我是不会吵散的，对，我也经常和我的朋友们吵架嘛，对，也是经常吵架。然后我的朋友，他们其实也是经常就是遇到一些问题不懂我啊，然后和我吵，但是我是不会吵散的，没关系的。就是你说，我觉得就是我想想怎么来说，因为我仔细想了一下，也或许就是我太在乎这段感情了，然后所以就很小心翼翼的，就是但是就害怕，就很害怕啊，能懂你，对，我懂你的，但是还是想说嘛，就是其实跟我相处不用小心翼翼的，对，其实跟我相处完全不用小心翼翼的，对，我还没关系的，对，可能也是我的一些行为让你产生一些误解什么的，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好。那我们说一个愉快一点的，好吧？其实现在能看出来你眼睛眶红红的。没事。那你最近一次吃醋是什么时候？最近一次吃醋，那我就要说了。我最近一次吃醋就是前几天你跟你朋友带我，然后我很吃醋的一点是，我没有跟你说，但是我其实很在意这件事情，就是我睡醒之后，然后我发现你没在，然后我问你去干嘛了，然后你说你跟朋友出去玩了。这个我要解释一下啊，这个我要解释一下，因为解释吧。这个其实我真的能解释的。解释吧。稍等啊，但我要想一下怎么表达嘛。因为你很困嘛，你每天都要睡很久。然后我看你那天晚上这么困，然后我就没有喊你。你都在那昏昏欲睡了，然后我就没有喊你。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之前的一些个人经历吧，就是我之前会把就是比如就是我有可能不同圈子的朋友嘛，然后我尝试会把他们两个叫在一起玩，但是相处下来会非常尴尬。我还记得就当时我们就是我约了我2个不同圈子的朋友，然后我们一起出去玩，他们2个互相不认识，然后我在中间就特别尴尬，我看他们2个很不熟，然后我跟这个朋友交流的话，那个就会晾在一边，然后我跟这个朋友交流的话，那个就会晾在一边，所以说我吃过可能也不是说吃过亏吧，就是确实是让我很难受，所以说后面我就很少带就是不同的朋友他们见面了，就是我是绝对不会让2个不认识的朋友让他们见面的。对，其实这个不怪我，这真的不怪我。其实这个是可以原谅我的。你要不再解释解释吗？没办法了，那天你可以想一想，那天你很困，那天你真的就是躺在床上快睡着了。真的不怪我，没有办法，他一直在看我。其实我觉得不怪我。有人觉得我说的对吗？我不是狡辩，他那天晚上真的特别困。你看，没有人说对。不通关，这个可是你那天晚上你都快睡着了，我还要喊你起来玩吗？不通关。我没有办法了，我还在解释什么？那我下次要问问你，我说你要起来玩吗？或者是你要睡觉？我下次先问一下你的选择，好吧？下次我问一下你的选择，如果说你要睡觉，那就没有我的事情了。如果说你要玩，那就带你一起玩嘛。下次这样吧，改还不行吗？我觉得改还不行吗？我现在有点那个什么了，我现在有点说什么啊，你再生气我就要生气的感觉了。你再生气我就要生气了。那我们下次你跟我说，你说那个，比如说你要出去玩，你说我要出去玩，你去吗？对，我就问你啊。对，下次我就问你嘛。对啊，如果你要出去玩，就一起出去玩嘛。如果你要在家睡觉，那你就在家睡觉，对吧？你看，是吧？那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那你问。你有没有什么小秘密没有告诉我？我没有什么小秘密要告诉你。刚才说的很多小秘密都告诉你了。
就是有没有那种再小一点的？再小一点的，就是刚才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你了。那我想一想，比如说小到可以是很私密，不，就是很啊，那我想一想，如果硬要说小秘密的话，对啊，私密的不能在这讲啊。你还偷偷告诉我。这个我给你说点别的吧。好吧。说点别的。我说点别的，大家不要误会，我说点别的，好吧？我说点关于性格方面上的事情，就是性格方面的事情啊，这个肯定。哎呀，我说点性格方面的事情啊，对，私密的私底下说，就是我性格上，就是可能我一直的行为是，我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对，然后我不在乎别人的看法，然后别人对我的一些评价啊，我不太会在乎嘛，但是其实我会偷偷在乎一点，就是就是我就是怎么讲呢？其实这个是有点私心在的，有一点小小的私心，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到我这个点啊，然后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比如，就你做了一件好人好事吧，我笼统的一点讲，就是做了一件好人好事情，然后呢，我说怎么讲呢？就是还是希望，其实我的点就是希望你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多注意到我的好心点，就比如我说我不冷，我怕你愧疚，虽然我表面上就是想偷偷藏起来，我不想让你愧疚，想让你知道我没有压力，但我还是想让你知道，其实这是出于我的善良举动，就有点自私了，对，虽然表面上我说的是我为了怕你愧疚，然后我没有事情的，但是我没有事情是真的没有事情，就是我没有事情，是真的没有事情，但我还是想让对方知道这是我的善意举动啊。对，这其实是我的有点自私的小秘密啊，就是我可能对对方做了一些善意的举动，我会告诉他我没有事情，你不用在乎我的感受，就是对，但是我还是想让知道对方，还是想让对方知道我是善良的，然后这个一个情况暗爽是吧？也不是暗爽吧，就是在我。我说不清楚了，就是想让对方知道我的一些小善意啊的这些东西。是这样的。那我好，下个话题。你讲，你说。刚想说一个他平时的小秘密，癖好，极度的癖好，就是癖好。我这说，你说，不会是我之前还是什么？你还跟我讲讲看，能不能讲？就是家里一堆纸箱对，这个可以讲啊，对，这个我觉得这个小癖好，我觉得不算什么，这个完全可以讲。就是家里一堆纸箱，就是不知道以为我们家是垃圾回收站，就真的就是垃圾回收站，就是全是纸箱，很多很多，就是拆完的快递盒不丢，拆完的快递盒我是丢的，我跟你讲了呀，那个很大很大的那种。因为那个里面是装东西的，在装那个电暖器，我电暖器拆出来之后就没地方放了，而且现在夏天也用不到。但是这个你有道理。我喜欢的是那种原包装，就是不理解。就是我喜欢那种，就是比如就是一个产品，然后设计出来一个包装，然后那个材质用的也特别好，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包装盒很好，很新，很珍重。对，然后我就特别喜欢。就比如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一个牙刷，就是那个牙刷，然后一个电动牙刷，我把那个牙刷拿出来之后，我觉得那个封面设计的非常棒，就那个画面设计的非常好看，就那个牙刷的，然后它那个材质还不是普通的纸箱子，我觉得那个纸箱子特别棒，然后就会一直收藏，包括我的一些电脑显示屏，然后一些鼠标的包装盒，
键盘的包装盒，我也一直在收藏这些东西。你要不再攒攒，再攒攒真成了9个手札。但是那种，他刚才说错了，就像他以为就是我不是说破箱子，我是喜欢那种新的有设计感的。对，是这种的，对啊。你看我那个墙上全都是，包括什么电水壶啊、电饭煲，我也是有收藏，因为它那些箱子真的蛮好看的，而且材质很棒，是吧？你看很多人都能理解我，你看，好吧，你看。好啊，然后问你下个问题。你下个问题啊，如果把现在的我送到过去的你的身边，你觉得以你当时的性格会对我说什么？现在的我，就是现在我这种性格，然后去到年轻时候的你的身边，你会说什么？虽然你现在也很年轻了，年少时你的身边，你会对我说什么？现在的你？对啊，就是现在这个性格的我，然后到你就是幼年时期、年少时期。年少时期。对，你觉得那个时候的你会对我说什么？就是我还没有我现在的这些个经历，我不认识你是吗？对，是的，就是你不知道我们两个就是相处这么久，只是刚认识什么的，你会和我聊什么？会和你聊什么？这个要发挥一下想象力的。那我知道你是不是就是这个问题是你穿越过去还是怎么样？就是我穿越过去了，就是我穿越过去找你了，我说那个就是当时就是我来到你身边嘛，我说我们两个可不可以认识一下，交个朋友啊？你觉得当时的你会对我说什么？神经病吧这是？为什么？很莫名其妙啊！为什么？嘎嘣出现一个人问你我们可不可以交朋友？不是啦，不过不是这样电视剧里面那种，就是咔嘣出现在你面前，就是我也可能朝你走过来啊，我们也可以在一个超市偶遇啊，但是我就是穿越过去了嘛，我不是说突然就是穿越到你面前，不是说突然就掉下来，就是对啊，我可能是穿到那个时代，然后再去你学校找你啊，或者是你家里找你啊什么的，那你会说什么？不是突然掉在你面前啊？对啊，那我应该会很愿意跟你说话。为什么？因为我颜控，就是我喜欢，就是和长得好看的人在一块玩，又很爽吗？那如果是我没展开的阶段呢？就多余说这句话。那如果是我没展开之前呢？就我之前跟你讲过嘛，就是就是我的相，我的面貌是经过一系列改变的嘛，就是我没展开之前，那就边去吧，那就离我远点，没展开之前，就是没展开之前的话，就真的是也是你小时候吗？但是不丑，就是有点圆脸，圆圆的，然后比较可爱那些。比较可爱。对，后面会变得有点那个骨相嘛。不过，如果是我穿越到你小时候的话，我或许会说，不要自卑，然后你穿到我的时代嘛。对，然后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你很内向，然后也不像现在这样开了，大大咧咧。对。虽然说现在这样大大咧咧，有部分他现在就是表面什么都不在乎，其实内心有时候还是会私下就会很在乎，一直也会内耗。然后但是你说这个的话。因为我私底下跟他讲过，我以前是自卑敏感的，然后很沉默的，然后我的话蛮想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为什么会就是有没有人想了解一下啊？就是之前为什么会比较那个就是自卑啊、敏感、很沉默。其实我想跟大家讲一下的，其实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平台名字都叫不是左右嘛，大家都可以看到我的平台名字都叫不是左右。然后就是我那个时候很喜欢一部小说嘛，然后
当时小说里面有2个角色，一个叫魏晋，一个叫刘灞桥，就我笼统一下说吧。然后当时大家都说，大家就是很多书友都起名字叫不是魏晋，不是刘灞桥什么的。然后就是说他们希望不要像小说里面的角色一样嘛，因为小说里面的角色是有一点悲情在的，大家都希望不要像那样，就叫不是刘灞桥。然后我的话，当时看这本小说里面有个角色叫左右嘛，然后他的话很少，然后就是就很沉默，但他不自卑。然后我就想让当时的我当时就想着想让我自己那个开朗一点，活泼一点，然后我就每天然后就给自己起了这个名字叫不是左右，就不是书里的左右，就是希望现实的生活自己然后开朗一点，对，是这样的，没错。然后其实这个变化还挺成功的，对，可以看得出来我现在其实蛮开朗活泼了。然后再问你一个问题，对，最后一个问题了，我们可以约定不管发生什么都说实话吗？就是以后我们如果发生什么问题，就不要再发生像我们之前的那些误会啊、误解之类的，对吗？可以。好，那我的问题就在这里问完了。我的问题已经问完了。没错，所有问题。对，就这样问完了。对，这个问题其实我是特意留到最后要问的。对，就是我们就是不要像之前再发生那些误解之类的。所以你之前就知道我会憋在心里，不说。因为我们2个也没有吵过架呀。对啊。你看我平时吵架还少吗？确实。是吧？对吧？哦，对了，我们到时间了。头发掉色，头发其实是有点掉色。哎，为什么你的黑头发比我坚持的要久啊？因为我的本身发色就比你深。好吧。你的那会儿是浅金。哦，对哦。我那个是绿棕色，但还好。现在的发色，你说它绿吧，它有点蓝；你说它蓝吧，它有点黑。左右哭戏难吗？哎，说到哭戏，其实我还是酝酿了一段时间的。哎，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我们哭戏的时候，就是我第一次哭是好像我忘记是哪个眼睛掉的泪了，好像是右眼吧，我右眼掉的泪，然后正好拍的是左眼，然后就是我酝酿眼泪，就是拍左边我掉右边，然后后面换到右边来了，然后我左眼又掉眼泪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睛，然后就是拍这边然后那边就掉，拍这边那边就掉眼泪。问咱们会不会有线下活动？其实我们有可能会开观影会，就是到结局的时候陪大家一起看我们的故事啊什么的。这个可能会有，对，这个可能会有。但是观影会的时间还没有定下来。没错没错。
比格和季川哪个更可爱？这个问题有点难到我了。我刚才想了一下，其实我觉得，你和比格根本就不像。如果硬要说可爱的话，我还是选比格吧。我还是觉得比格更可爱一点。好，你比比格可爱，你比比格可爱多了。再问，比格太调皮了。别再问。好，我问你，季川和比格哪个更可爱？季川可爱。好，因为比格太调皮了，比格老是在那嗷嗷叫，比格太调皮了。好呀，大部分问题都有看到。好呀。其实我这是一个比较笼统的回答，其实大部分问题都有看到。干嘛？长得你给我捡回来啊！干嘛？不要扔我的比格大王！不要放这儿，很占地方。不要扔我的比格大王！很占地方。生气了？怎么会？我怎么会跟一个比格生气呢？他毕竟只是一个片儿。好了，其实我们要下播了，大家，我们到时间了，然后我要下播哄一下他了。其实我不懂为什么要和比格生气啊！大家拜拜啊！大家拜拜。其实，拜拜！我要下播哄一下他了。大家拜拜！我们下次见，明天要记得看第8讲。拜拜！晚安，大家早点睡。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